你看到机器人会后空翻，是不是觉得超厉害，技术遥遥领先？但如果今天是要进工厂工作，这些技能可能就没有你想的那么有帮助。2026年中国春晚，语数的机器人后空翻秀惊艳各界，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却说，中国机器人只是好看没有用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中国机器人产量全球第一，但台积电董事长却这么有把握点出关键技术不是中国？今天这支影片想和你分享3件事：中国机器人强在哪？谁掌握机器人产业真正的竞争关键？为什么各国对中国机器人和资通讯设备提高警戒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科生的跨界笔记数据开箱系列，我是 Esther。 先从整体产业来看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资料显示，工厂对机器人的需求在疫情后快速成长，而主要的成长动能来自亚洲。全球有80%的机器人市场由5个国家包办，中国是当中的佼佼者。不过台湾也不弱，低调的排在全球第8名。看到这里可能会直觉认为，机器人产业的霸主不就是中国吗？然而这里就出现一个关键的矛盾，为什么中国在数据上明显领先，但台积电、广达集团下的达明却很有自信地给出不同的评价？这边先不急着下结论，而是要先带你看机器人到底被用在哪些地方。多数机器人主要应用是在工厂端，服务型机器人则使用在餐厅送餐、饭店还有清洁打扫，这些在日本和台湾都越来越常见。许多台湾餐厅所使用的机器人，不少就是来自中国的产品，像是101精品超市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那问题是，为什么机器人应用很广，会被说只是好看没有用呢？因为真正的关键并不是会不会动，而是能否正确感测环境，做出判断，并在应用场域中执行任务。换句话说，机器人真正的价值在于大脑和精准的控制能力。也因为这样，目前机器人产业并没有单一国家能够真正称霸、独立打造。有点像是半导体产业各国握有供应链的某一段优势，因而更仰赖跨国的合作。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生产规模大，应用场景多，加上中国政府资金大力的扶植。但机器人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，也就是大脑，却仍掌握在欧美的手中。至于台湾，也卡住一些关键位置，像是大脑底层晶片和活动关节的精密机械零组件。也因此，机器人能否商业化，关键不是谁的产量大，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董事长会这么有自信的原因。因为机器人大脑的感测运算仰赖先进晶片的能力。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这几年都在谈人形机器人？这是因为生成式 AI 的进展，让机器人的机动性、灵活度越来越接近人类，预期能带来真正的效益。不过，人形机器人还有一个待克服的难题，就是手指头的灵活度。由于人类的手可以有多种抓握的方式，这代表机器人设定不单单只是简单的动作，还要搭配大量的情境，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形机器人的开发进度一再的延后。整体而言，机器人的发展关键不在于谁最会表演，而是能不能在我们需要的应用场域中灵活的自主性运转。因此延伸出今天的第3个问题，机器人既然是全球分工，为什么各国对中国设备却提高了警戒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类设备往往包含了感测器、通讯模组，这代表能搜集并传输数据资料。一旦资料涉及到基础设施、交通甚至个人资讯，就可能产生资安风险。虽然各国采用设备会考量成本和技术，但也越来越重视使用风险。而这类的资安疑虑不仅是在机器人，另外一个备受期待但也充满争议的就是自动驾驶。因为牵涉到感测、定位、资料搜集后回传到远端的伺服器。试想，任何一个机器人能随时随地扫描大街小巷或你家的隔间，记录你所有的行为、生活习惯，而数据回传到不明的伺服器，也没有法制可以监管，更不知道数据未来会如何被使用，你是否还愿意冒险继续使用呢？最后回到今天最根本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机器人？除了缺工跟成本的考量外，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，就是有些高重复性、劳力负荷重或是有风险的工作，更仰赖非人为的操作。因此有人提出，机器人的发展并不是要用来取代人类，而是进行工作的重新分配。这也是为什么谈到机器人产业，不单单只看吸金的技术，而是能不能商业化并落地使用。
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类用数据拆解产业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留言与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文科生的跨界笔记。我们下个话题再见，拜拜。